我不知道第3次世界大战会用什么武器，但第4次人类一定使用的是石头和木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飘飘哥，享受寓言的神奇朦胧，探寻人生的真谛回声。我们是神秘山泉的搬运工，所有的资料来源于网络，不盲目相信，不否认未知。觉得好玩的呢，就仔细的听；您觉得瞎白话不信的，就当故事听。上一集咱们讲到了2024年到2043年是九子运，我们正在3元9运的从8运到9运的历史过渡时期。今天咱们继续从吠陀经、卦象和推背图来掰扯掰扯，人类会发生什么灾难和如何发展。9运的颜色为紫色，卦象为离，方向正南方。9运是精神觉醒、神性回归的时代，也是古老文明回归的时代。相比8运的强大和快速发展，9运是中和和稳定的。9运还会带来文化的复兴，而这个9运是双鱼座纪元到水瓶座新纪元的最后一个9运，是人类的觉醒和地球的更新期。2020年是地火明夷卦，卦象是下离，也就是火，上坤，也就是地。火代表着光明，光明在地下，象征着光明受阻。所以2020年不仅多灾多难，而且光明进入地中，意表明德被创伤，邪恶残害正义。我们看到的2020年，不论是病毒肆虐，还是12月和1月米国的焦灼，都有土盖火的意味。另外，地火明夷也可以解释为明显的外来的侵略者和造成光明入地，凡事受阻，历经艰险的一种感觉。到了2021年，情况仍然不容乐观。根据台湾命理师的说法，2020年是太阳化禄，2021年变成了巨门化禄。太阳和巨门都是支援型的主星，巨门又比太阳更加的深思熟虑，这意味着在危险危机当中寻找机遇。就像战国时代的苏秦张仪，天下越乱越是施展外交手段，奠定人际人脉。我们所说的3寸不烂之舌，游说于各国之间，这也正是巨门主星下的人生命题和追求卓越的品质。根据网上灵媒网的记载，2021年流水4化分别为巨门化禄、太阳化权、文曲化科、文昌化忌。2021年的4化主星都偏阴性，代表着动荡不安的局势将在2021年得到缓解，旧的秩序将被破坏殆尽，新的秩序逐渐的成型。这个时机就是要对外交通合纵连横，才能够快速的适应新的世界，焕发新的生机。巨门是指口舌、演讲、教学、传媒。2021年的这些与口舌有关的行业都会兴盛，包括油管视频、小品、相声、说唱、演讲等等。Oh my god， 嗷嗷狠！看样子老飘和看视频的您今年得是杠杠的。咱们就是巨门小讲堂啊，一个会说的，一个会听的，对不对？古话说，会说的不如会听的。那么看来这一年呢，我们就必须得绑定了，抱大腿 N 呢加 OK 巨门同时也指谈判，很多纷争会在谈判中和解，历次的战争皆是如此，边打边谈，谁的筹码多，谁的嘴就大。不管是印度神童阿比亚，还是英国星象师派克，对2021年的预言都是不乐观的。但是根据我们上面分析的2021年的巨门化禄，我们希望很多冲突可以在谈判和沟通中得到解决，从而避免战争或者是灾难。2021年的值年卦是山火贲卦，贲卦通达，有所往则有利。此卦为上艮下离，表示山下有火，而贲有装饰华美
和文明之意。而贲这个汉字很特别，上面有3个十字架，代表着3位一体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贲的下面是一个贝字，贝在远古时候可以用作钱币，后来引申为金钱或者是尊贵，比如贵字的下面呢就有一个贝字。这个汉字贲预示着只有在神明的庇护之下，我们人类才能够找到尊贵。这个卦象预示着不管发生什么灾难，人类将回归神性，人们将返璞归真，追求神学、宗教、命理、星象，人类的起源和宇宙的真理。也预示着人类在大劫难的时候应该是仰望星空，因为这种神性的回归会带来文明和华美的气象。由贲字也可以解出2021年的幸运物是贝壳，它是淳朴而天然的，代表了人类的本质应该是淳朴和天然的。 Oh my god， 嗷嗷狠！如果大家收藏了远古贝壳，一定要保存好，那是通向九运光明顶的必须的门票。我们再看看推背图对2021年辛丑年的预言。推背图38项是辛丑年，对应的是2021年，同时这一项也对应了预言第1次世界大战的时间。谶曰：门外一路群雄争逐，结集怨余，水深火热。门外一路群雄争逐，门外指的是国外，此事会发生在中国境外，路暗含利益或者权力。第1次世界大战就是各国争夺权力利益所引起的。结集怨余，水深火热。怨是天上飞的，鱼是水里游的，所以是指涉及到飞机大炮的海陆空的战争。水深火热说明战争非常的惨烈。宋曰：火运开时祸蔓延，万人死后万人生，海波能使江河浊，境外何殊在目前。这场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战争之一，约有6500万人参战，2000万人受伤，超过1600万人丧生，造成严重的人口及经济损失。除了美洲与亚洲之外，欧洲各国均受到严重的创伤。今年是辛丑年，对应了推背图这一卦象。新年一开始就发生了缅甸军事政变，缅甸人民坚持的游行示威，警察与百姓的冲突已造成了数十人的死亡，事态还在不断的恶化和升级。这开始了2021年的战争的火药味了。病毒的变种越来越多，而且近期疫苗的副作用也浮出了水面，咱们将来单开一局。这种种现象也正是印度神童阿比亚曾经讲过的6星连珠、抠傻土木合相的印证。同时他对病毒和疫苗的观点也逐渐的显现出来。我们看看推背图对2022年的预言。推背图的第39项是壬寅，对应的是2022年。这个卦象也对应了预言第2次世界大战。谶曰：鸟无足，山有月，畜出生，人都哭。预言这是一个岛国日本，旭日升，人都哭，预言法西斯的崛起和对整个世界的侵略，导致数百万人的死亡。宋曰：12月中气不和，南山有雀，北山罗。一朝听得金鸡叫，大海沉沉日已过。金鸡叫是1945年，正好是鸡年，这一年结束了日本的侵华战争，所以这个卦象预言了第2次世界大战以及其结束时间。2022年是壬寅年，对应了推背图的第39项。我们知道历史是有轮回的，难道这个卦象预言了第3次世界大战吗？最近的新闻大家都知道的，有传闻何时收复的问题，以及南海上面的动向等等的，这一切都让人感到丝丝的寒意。旭日的旭是9个太阳，这让我们想起了古代的神话故事，天上有9个太阳炙烤着大地，人们苦不堪言。后羿为了解决民生民苦射日，虽为射日，但也映射了当时的权贵霸凌，后羿除之而后快。而这里的旭日的9也是暗指9运的意思。关于第3次世界大战，爱因斯坦是这么说的：
我不知道第3次世界大战会用什么武器，但第4次人类一定使用的是石头和木棍。爱因斯坦说这句话似乎是在警告人类，如果不知悔改，发动大规模的战争，人类会被毁灭，那么我们将会回到旧石器时代，那时候人类只能够用石头和木棍打仗了。从8运到9运的过渡阶段，我们也面临着各种的天灾人祸、困难和挑战。人类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，何去何从，取决于人类的选择。那以下这段话可以勉励很多处在黑暗中奋斗的人。The most beautiful people we know are those who have known defeat, known struggle, known lose, and have found their way out of those depths.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所认识的最美丽、最光芒万丈的人，往往都是那些经历过失败、经历过苦难、经历过斗争、经历过失去，并且找到走出那些深渊的路的人。所以圣经中耶稣以自己的血来为众人赎罪，这就是历经苦难甚至牺牲生命。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这个故事。话说萨波达王平日广行布施，行善积德，凡是百姓有所需要的，总是能够达到百姓的要求，而且能够体察民情，悉心倾听，应愿供给，从不吝惜。有一天他在大殿之上，突然宫殿里边飞来了一只鸽子。很奇怪的是，这只鸽子落在了他的手上，而且一直的作揖磕头，瑟瑟发抖。他觉得非常的奇怪，他就开始四处寻找。忽然他注意到宫殿的窗外落了一只老鹰，他于是就明白了，这个老鹰想吃这只鸽子。于是他就对老鹰说，请放过这只鸽子吧，我给你自由。老鹰冷笑道，我饥肠辘辘，无需自由，我吃了这只鸽子，翱翔天空就是自由。萨波达王又道，那我给你我的全部的珠宝，请放过这只鸽子吧。老鹰说，不可以，我很饥饿，珠宝对我无用。萨波达王又说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给你我的全部江山来换取这只鸽子的性命。老鹰又冷笑，我很饥饿，江山对我无意义。萨波达王无奈地问道，我今天就想要救这只鸽子，你到底想如何交换呢？老鹰冷笑道，我要刚杀的带血的热乎乎的肉。萨波达王情急之下让人准备了天平和刀，于是就从自己的身上割肉赎鸽。奇怪的是，他割下来所有的能割下来的肉，天平还是倒向鸽子一边，纹丝不动。这个鸽子的命怎么这么重呢？萨波达王眼见无法实现解救这只鸽子的承诺，在万分焦急之下，他用了自己最后的力气，扑倒在了天平之上。这时大家看到天平平衡了，老鹰嘿嘿地笑了。而就在这一刹那，萨波达王刚想和老鹰说话的时候，鸽子、老鹰和自己都突然的光芒万丈，化作了七彩神光，从宫殿中消失了。众人已经都看傻眼了，眼前的一切完全的颠覆了。鸽子求救，老鹰说话，割肉刮骨，化光成佛，这一系列的套路下来都吓尿了。缓过神来方知，萨波达王已经历经苦难，立地成佛。为了拯救一只飞来的鸽子，自己把自己的肉全部的割下来，喂给那只想要吃鸽子的老鹰，以解救死里逃生的鸽子，为普度众生，也是不受磨难不成佛的典范。而后也被人民称作为最仁义之王。回到现实，易经卦象，2021年的值年卦是山火贲卦，2022年的值年卦是水火既济卦。既济是周易64卦里
最后一卦是一个循环的终点，也是一个新的循环的起点。水压火，同时也有水火不容的意味。人们希冀圣人圣水能够救世火，这便是2021和2022年的年运卦象和推背图的对应解法。大家对2021和2022有什么解法和展望呢？都听到这里了，大家一定在品味刚才的故事，还吧嗒嘴呢。那么不要忘了去订阅和点个赞吧。回头咱们再看一遍。独裁一项唯一课，每逢孤独看飘哥 ，Peace and Joy。